Kate， 胖叔最近看了一部剧，觉得又好笑又感人哟。胖叔，是美剧还是韩剧呢？哈哈，都不是，是台剧哦。胖叔，这么多好看的剧，追都追不完，您怎么会想看台剧呢？请容我慢慢介绍给你哦。胖叔今天讲的电视剧是林官慧导演的台湾剧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。高中生蒲一勇经历车祸之后昏迷2年，醒来发现自己能够看到别人见不住的鬼怪，又在机缘巧合下跟新人女警陈楚英和欢喜对头曹光彦搭档，一同拆解各种谜团。这样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太多次，本剧讲的其实不算特别好。哪怕是在台湾，这几年也有《天巡者》《池塘怪谈》这类反例。那往大一点的层面看，即使是奇幻、悬疑、喜剧、青春、家庭、警匪等等类别的融汇，也不是多么新鲜的炮制。这年头应对口味驳杂的观众，组合拳往往是更讨巧的做法。然而就是这么几张普通牌，清除师却能杀出重围。清除师是用轻松愉快的方式，将很严肃甚或很忌讳的生命议题，例如人生的潦倒、衰老、疾患、死亡。母亲叶宝生跟蒲一勇透露，这2年房东因为避讳蒲家3代车祸伤亡，不愿租赁，只能咬牙买房。他不无悲壮地说，以后我们想死就死，死在自己的家里面，看谁管得住。马上镜头调出全景，一旁带住病人的复健师回应，可以不要在这里讲那个字吗？或者讲小声一点。他立刻赔礼，抱歉，长命百岁。剧中很多这样哭笑两仪的漫画或卡通转场，增将奶奶好事的反差，刮出不少恰到好处的冷幽默，稀释过于沉重的情绪负担。这样的处理方式就很台湾，或者说很符合当下的需要。当下的电视剧糅合了许多西化的表达，台湾在这个表现方式整体是要比内地做的更温柔圆滑。禁忌话题需有包装，我们也习惯了包装。从几部影片中，胖叔可以窥见，包装可以是浪漫的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，就是典型的以祥瑞来抵达宽慰。大红棺材板上飞出的神鸟，几乎能把死亡的恐怖与迷蒙给削去，要不就像我们天上见。片名本身就是常见的既往式说辞，减损死者留给生者的空寂悲戚。诸如游山解考这些沉重电影，则在不断拆解赴死行为背后的真荒唐与假慈悲，催生跟悲壮的英雄叙述不同，但同样能把生死放大到超越个体的效果，这便是另一个方向的包装。但相反来观察，日本的送行者礼仪式的乐章敬重死亡，承待生活，是大银幕上少有的对这一话题的升华。而最近的人生大事接续了丧葬职业被人投射的轻视，以当事人本身姿态的转变，构设经世之后的相思领悟，但是舍下日式优雅与哀伤，走了中国接地气的悲喜剧路线。清除师就挺有人生大事这种格调，只是幽默的口味要清淡一些，又因为主角沉降到10几20岁的年纪，不必背负自我乃至世代的重担。他一方面很传统，3个主角从名字开始连接的中国传统国粹书法文化，处于在凡事求快的 AI 时代下步向衰亡边缘，在当下语境里有怀旧乃至缅怀姿态。剧集设计的细腻的地方在于，不只是叩问自己的身份，也有尸身寻找宿主的名字，纹身寻找主人的名字等等看似清奇的设计，讲究的是心有所系，不忍离去的背后，人对自我的把握与肯定，这便是对西方理念的些许靠拢。虽说在当下，中西界限已经愈发暧昧，而自由奔放的台湾，显然能有更自在的融通表达。清除师在这样的脉络中，以一种慈悲心态去还原人林永川的故事，格外打动观众。他极其善良，看到流浪汉有需求，会送去饭食与纸皮，但这样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，愿意在无家可归的人群里待住，又是因为内心有排解不去的孤独，在所谓的现实社交中没有出路。此后，他成了一具无名尸体，当了大学课堂的教具。这类尸体全被敬称为大体老师，而他生前恰恰希望成为一名教师。所谓渡人渡己，少不经事的人，也在对他人同理心的构建上，慢慢摆正自己的位置。蒲一勇的成长，也就不是他这么一个年轻人的成长，还是社会人在少不更事阶段的心智蜕变。他甚至预演了我们面对死生大事的释怀。如果说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用来排解的，那么蒲一勇则是我们用来排解的。我们在过度严肃规整的丧葬文化脉络上敬畏死亡，却不敢轻易放过自己，那么带住始终紧绷的神经去看境外的叙述，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感到思维冲击。但清除师出色的地方在于迅速化解不适，而且方式不再局限于标榜非内地的地域特色。
中国出了一部3月有了新工作，年轻女孩在殡仪馆工作，从不情愿到情愿之间也填充了许多生死故事的感化。它也闹也笑，不过是更有内地生活化色彩的，不像清楚师用更卡通的形式去迎合奇幻类型的风味，而且可以有更开放的方式。其实哪怕港剧，在依然偏保守的 TVB 金宵大厦，也只有灵光乍现的包容，骨子里的家长里短依旧是在传统范畴里打转，毕竟黄腔不能代表本质进步。不过这些有助老灵魂的新剧，还是能一并形成合力，待人恶补相对缺失的死亡教育，以及与此相关的情绪释放、自我和解。主角名字里的永字，是小时候学书法时，把所有笔画都学会之后，组合拼装的第一个字。他拥有了几乎汉字的所有主要笔画，老师一直教胖叔把这个字写好，就能做到写好其他字。这部可爱的台湾剧值得大家追，喜欢他所想要传达的对善恶的一种观点，善是有力量的，尽管并非万能。恶将受到惩戒，天网恢恢。胖叔随便讲，大家随便听，喜欢记得点赞及点小铃铛订阅哦。